万兵之尊。剑术较之若刃，天如腾土，纵横易顺，直服不闻。扶桑剑术三流一派，念流、富田流、鹿岛神道流、柳生新阴派。其中柳生新阴派主人柳生神言以不动之剑术，是为扶桑第一高手。农民一郎因缘际会，习剑10年，先后打败念流、富田流、鹿岛神道流3大高手，再挑战柳生神言。战胜柳生神言，取其成为柳生一剑，一时无敌于扶桑。为求剑术最高境界，无敌于天下，千里渡海而来，挑战中原各派高手。对不起，他们侮辱了你。衡山柳成风，点苍段宏子，青城方英豪，柳生一剑，踏足中原不到3个月，就已经杀了36名高手。看来一场腥风血雨已经到来了。你过虑了，苍壁。9年前，我们正派联手杀败魔教，除了我华山、你武当、泰山、昆仑4派之外，其余高手尽丧。如今柳生一剑杀的只是2、3流的派别，我们任何一派足有能力收拾他。楚兄说的对，谅他也不敢惹我呀。我看没事的，况且柳生武功再高，也只不过是一个人，而我们中原有3帮9派4大世家，我就不相信他都能赢我们。3位掌门，看来我们要好好的商量商量。雨好像越下越大了。既然是这样，我们改天再谈吧。哎，2位，雨过自然天晴，说不定明天什么事都解决了。苍壁，你不是白担心一场吗？
三位掌门，我掌门师兄担心的事是有道理的。苍松，有话等雨停了再说吧。扶桑剑道威猛霸道，柳生一剑的剑法招招致命，剑劲肯定是威猛无比，又怎么会只在眉心留下这么点小小伤痕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如果我没猜错，虽然他的剑只劈中眉心，不过剑劲已经贯穿大脑，所以最大的伤口应该是在脑后面。信口开河，胡言乱语。我师弟说话从来言无虚发。柳生一剑已经做到剑气收放自如，人剑合一，我们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全都失手了。想不到华山之剑、泰山四杰和我昆仑四子联手，居然也败在柳生剑下。你们派人暗杀柳生一剑，哎呀，这等于叫人白白送死。万一惹怒了他，到时候不知道要死多少人。柳生虽然残暴，但他是堂堂正正挑战杀敌。你们这么做太卑鄙了！混账！三派办事轮不到你指点。你苍松，我们不能任由几位掌门就这样暴尸荒野，要好好安葬他们。是掌门师兄。看来我们这次要好好商量。师兄还在担心柳生一剑的事吗？我在想，万一我死了，武当会是什么样？难道师兄和三派掌门商量好，由你营帐柳生？我12岁入道，磨剑40年，实在很想看看今日青年才俊的风采。师兄你的纯阳无极功登峰造极，太极剑法柔能制刚，看来柳生他未必会赢。哼哼，虽然我的柔未必能制住他的刚，不过比武决斗这件事最重要是经验，这点我自信胜他一筹。虽然我不认为我会输，但我也没把握一定赢。不过武当100年基业3000子弟的前途，绝不允许我有半点差错。所以我在想，下任武当掌门人选。下任掌门？苍丘心胸狭窄，而苍山冲动鲁莽。苍木虽为人敦厚，但才智平庸。要是交给这3个人，我保证不出3年，武当必定一落千丈。我决定闭关1个月，研究破解柳生必杀之剑的方法。等我出关以后，我就决定下任人选。反正师兄未必会输，掌门的事实在不必心急。苍松，这1个月你就带我主持本派一切事务。我？
师兄令谕，你们掌门要闭关1个月，以便迎战柳生一剑。从今日起，由我暂代掌门职务。苍松师弟，你凭什么做代掌门？凭掌门师兄令谕。苍山师兄，弟子遵从掌门令谕。林百光，我不认识你，你别乱叫。日结关银，夜结关船。当年秦百川和林百光一般强盗，无人不知。今日你们兄弟聚头，应该谢谢我。你想不到吧？我们对你的身份早就怀疑了。这次苍丘师兄下山，就是要找证据揭发你。对，秦百川是个贼，我苍松是武当的人，是武林正道的人。我根本不认识他，你们要杀要剐，请随便吧。够义气，不过我不喜欢。没关系，他不肯认，我们把他送到官府。反正当年秦百川手下众多，我能抓到一个，就能抓到第二个。那好，你把他放了，我跟你回去向掌门师兄说清楚。你放心，我们不需要你向掌门师兄交代。卑鄙！上！带过！动形神聚气，精神合一，是有物为无物，一片空虚，神剑杀神。你学得很快。柳生一剑，苍松师弟竟然勾结外人来对付我们武当，我走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因为他们不配用剑，他们侮辱了剑道的精神。你这么做会陷我于不义。你隐瞒身份进武当，还说什么道义？你努力向上爬，想成为天下第一人。我持剑杀败天下人，也要成为天下第一高手。你我目标相近，但手法不一样。你的方法是不智。我的绿林大道，不管我怎么强，也很难渐渐立业。但是我在武当就有机会纯清天下。你想在人家的天下成为第一人，你压抑自己本性去迎合人家，还要担心身份被揭穿，所以结果你3年没有所成，我3个月就扬名天下。所以我觉得你的方法依然是不智。你持枪压抑天下，虽然在短时间你可以震惊武林，但是流行易逝是不会长久的。那又如何？以你为例，你天资很好，就像刚才你学我的剑学得很快，可惜你把时间浪费在争权夺利，所以到今天你仍然是2流高手。想成为1流高手，起码要10年。虽然我武功比不上你，但我可以肯定，踏入我所创的霸业，绝对是你想象不到的。希望你成功，我会等你10年。谢了。请问你到武当有什么事？挑战武当苍壁。我要去的地方是没人能够阻挡的。我不希望有人白白牺牲。你已经成为武当的叛徒，回去只有死路一条。就算我不再是苍松，我也要向掌门师兄交代一切，然后我一定会保住性命，离开这里。你好好休息一下，总比回去送死好。柳生一剑，我们武当不欢迎你。
来到武当解剑厅还不放下兵器？没人能阻挡我。我要见苍壁。毕掌门在后山闭关，不见任何人。不带我去，你们全都要死！布阵！带我见苍壁！住手！不许伤害我同门！你叫我很失望。我已经指点你一条明路，为什么还要回来？我不会离开的。我要向武当和掌门师兄交代。值得吗？未必值得，是应该。你真不让我见苍壁？不错。不怕死在我的剑下？怕。没有人不怕死。既然怕，为什么要阻止我？我没得选择。我最喜欢坦白的人。杀你实在太可惜。替我告诉苍壁，3日后我在清水潭等他。要是他不来，我就血洗武当。苍松，你说，你隐瞒大道的身份混进武当，有什么企图？你勾结柳生一剑，是不是想借他来对付武当？大家别再被苍松骗倒了。不错，大家一起保护武当，杀了这个叛徒。哎，刚才要不是苍松师兄在，柳生一剑会伤害更多的弟子。苍松师兄不会是叛徒。我不是柳生一剑的人，我的身份自会向掌门交代。杀了你，我也会向掌门交代。我没有出卖武当，我要替武当清理门户。掌门师兄，苍松一直隐瞒自己真正身份，他勾结外敌，不能再让他留在这儿，求掌门把他逐出武当。是啊，掌门师兄。掌门师兄，苍松他不是这样的人，他根本就是这样的人。苍松的真正身份，在他入武当之前，我已经知道得清清楚楚。掌门师兄，既然你知道，为什么还要留他在武当？苍松入门以来，可有行差踏错？苍松5年以来，对武当是不是有功无过？掌门师兄，苍松他加入武当，一定有他的野心。说得对。你跟苍山对武当掌门一职没有野心吗？你们先出去，我跟苍松单独说话。是掌门师兄。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？因为我没什么可解释的。我问你，你为什么要加入武当？为了出名，为了成为武林第一人，为了要受万人敬仰。我要是把你逐出武当，你的梦想马上化为乌有。我只有接受。我不会逐你出武当。我为什么要留下来？除了我，只有你能领导武当，这个是我一直不破你的底蕴的原因。但是现在武当上下都知道我的身份，我还可以留下来吗？我说可以就可以。从来没有人像掌门这样赏识我。我相信自己的眼光，你也要相信自己。因为连敌人柳生一剑见你一面以后，他对你也非常赏识。你要记住，你要靠武当，武当也要靠你。我希望你能够将武当发扬光大，统领天下。是。也许3天后，
你就要肩负重任。是苍松掌门师兄。你一直在这儿？3个晚上我都在殿外陪着掌门。那你一定知道，我还没想到破解柳生一剑武功的方法，连纯阳无极功也未必可以。但是掌门师兄还有经验可施。反过来说，柳生一剑他也有年纪可施，这点我一直避而不谈。我一输，不仅失去性命那么简单，还有整个武当，甚至整个武林的声誉。所以我不能输。事关重大，对我来说，不知是利还是弊。掌门师兄，我见过柳生一剑出剑，他的握剑手法有一个特别之处，左手剑气弱，但出招快，反应也快；反之，右手剑气强，出招反而会慢。不知道说出来对掌门有没有帮助？这件事你可以不告诉我。如果我死在柳生一剑的剑下，你很快就会成为武当的掌门，你的心愿也可以达成。我做不到。果然光明磊落啊！因为我不希望你死。你就是柳生一剑。掌门师兄，好剑法！你怎么知道我左右手剑气不一样？是苍松告诉我的。短时间能发现我武功的毛病，值得我佩服。
但是知道并不等于能伤我。可是，在中原，你是第一个能逼我出剑的人，也很值得我佩服。所以我不杀你。掌门师兄，中原没人再配做我的对手。我到哪儿去找对手？掌门师兄，苍松，不用难过，还有很多事等着你呢。是。我这有个锦囊，你交给华山掌门楚莽，叫他一切依计行事。依计行事？是，只对付柳生一剑的计策。到时候你要协助他完成这件事。但是柳生一剑要离开中原。正因为这样，才不能让他离开中原。我要他死在中原，只有他死在中原，才能保住中原武林的声誉，同时还可以补偿我们武当这一败之辱。你为什么用这种眼光看我？因为苍松不知道这件事对掌门这么重要。人毕竟是人，会有些事放不下。你也是放不下才到武当来的。我知道你一向光明磊落，无愧于心，可你将来要做的事可能有违你做人的原则。苍松可否知道掌门师兄要怎么样对付柳生一剑？不择手段。我叫你失望了，也许你把我看得太好，也可以说我掩饰得太好。掌门师兄，你不怕我不依照你的话做吗？你不会的，你是个有大志的人，你要掌管武当，成为天下第一人，所以你不能放弃武当。就算再不愿意做的事，你一定会做。我们两个相得益彰，你可以达成愿望，我可以将武当强大。你说这样多好啊！我叫你们来，是要宣布继任的人选。掌门师兄，你会没事的。我很快就要离开人世。掌门，此乃天数。可是武当不能一日无主。苍松，掌门师兄，我武当第9代掌门苍弼传位于苍松。掌门师兄，绝不能传位于苍松啊！请掌门师兄三思。我的话就是门规。这把太极八卦剑代表掌门的地位，我把它交给你。
上下，有谁敢阻挡你掌管武当，你就用这把剑清理门户。你要记住，不要让我失望，更不要让武当上下失望。掌门师兄，掌门师兄，师兄。多谢3位掌门吊唁先掌门。真想不到，连苍壁也不是柳生一剑的对手。难道中原武林真的没人能够打败柳生一剑吗？苍壁一死，不但是中原武林的灾难，就连武当领导中原的地位也已经动摇了。但是先掌门始终是领导武林的人。苍壁道长是我楚莽最尊重的人，可是死人毕竟是死人。先掌门临终之前留下锦囊，指定要楚掌门钦差。在哪儿？请3位掌门到内堂。楚掌门，楚掌门，苍壁道长留下什么指示？想不到苍壁道长还有此一招。哎，也许啊，这个真是一个办法。我绝对不会这样做的。楚掌门，眼下这件事全靠你了。是的，我们也知道此事对你来说是很为难，可是为了中原武林，华山也有华山的尊严。我是堂堂华山派的掌门，我绝不会做这么丢人的事。事到如今，管不了这么多了。楚掌门，你该知道柳生一剑一走，以后中原武林就抬不起头。我们希望你以大局为重。不行，楚掌门，这是一个唯一可以赢柳生一剑的方法，同时可以挽回中原武林的面子。要不是迫不得已，苍壁道长也不会有此要求。人说战死沙场有战士，忍辱负重才是真英雄。楚掌门，我们希望你别再犹豫了。楚掌门，眼下中原武林的命脉全在你手上了。谁？是我，苍木。找我有什么事？掌门师兄，你快要接任掌门，喝酒破戒的事传了出去，会影响武当和师兄的清誉。清誉只是一种虚名，有什么分别？我一样是武当的掌门。师兄，喝酒为求一醉，但是偏偏我还是清醒。苍木，你认为我们武当是一个什么门派？武当是领导武林的第一门派，维护武林对抗魔教，所以深得各派英雄的尊崇。
身为武当弟子是一件光荣的事。是，能够成为武当弟子是仓木的福气。但是脱下我们的道士袍，武当弟子也是一个人，只要是人就会犯错，就会利欲熏心，就会做出违背良心的事。仓木不明白，武当掌门要做的就是维持武当100年领导的地位，要保住清誉，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，甚至在风光的背后要不择手段，做出见不得人的丑事。武当是名门正派，不会做出有违正道的事。正道正道是什么？我过去杀过很多人，是贪官污吏，但是在正道人眼中，我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绿林大盗。正派一样会杀人，一样的会欺压弱小，但只要做得冠冕堂皇，没有人敢说他们不对，因为他们是名门正派。师兄，你醉了。其实名门正派是伪君子，和大盗根本没有分别。苍壁师兄不会这么做，武当也不会这么做。真正的面目，有多少人能够看得到？但是无知不但能使人长命，简直是一种福气，至少会让人还有希望。你是说苍壁师兄他是阴谋？要出马去挑战柳生一剑，要柳生一剑知道燕北飞的存在，这全是苍壁师兄一手策划的阴谋。燕北飞是什么人？是魔教第一高手，他杀过27个武林顶尖高手，出剑都不超过5招。苍壁师兄一定知道燕北飞可以赢柳生一剑，所以才有这个安排。柳生一剑本来要离开中原，是我们要他留下。本来这场武林浩劫我们可以避过，但是我们要它延续下去。柳生一剑，你杀了这么多中原武林人士就想走，没那么容易。凭你们能留住我吗？柳生一剑，你以为你真的赢了全中原的武林人士了吗？你别小看我们4大门派，你们的武功能比苍壁强吗？苍松，你已经是武当掌门，是代掌门。我10年后再向你挑战，希望你别叫我失望。柳生一剑，你太过分了！这剑痕是谁的剑所伤？我输了，要杀就杀，少说废话。有这种剑气，到底是谁？是燕北飞。燕北飞，他有多少招赢你？2招。好对手。他现在在哪儿？天山雪岭。天山雪岭。
定要比柳生一剑快一步找到燕北飞。我来了！抓到你了！红儿，我们比摘寒梅谁快？他就是燕北飞。我不求魔教的人。处长们，处长们，哎，难得见到燕北飞，办正事要紧。在下昆仑派掌门公孙燕，今日连同泰山掌门黄埔鼠，还有武当代掌门苍松道长，有事特来求见燕北飞燕大侠。我们有要事求见。我爹叫你们走。岂有此理！黄毛小子！两位掌门，你们看，越过桥者需俯伏而行，否则命丧桥上。俯伏而行，混账！那是要我们爬过去。不错，我们堂堂一派掌门，怎么能够被他愚弄呢？我就不相信一条桥能难倒我们。公孙掌门，怎么样？桥上有毒！燕北飞，这个卑鄙小人用这种下流手段。黄副掌门，看来公孙掌门中毒不轻，需要马上解毒啊！副掌门是解毒高手，我们去找他。不行啊，解铃还需系铃人，我们要找燕北飞才行。谁不知道？连桥都过不去，怎么找？让我想个办法。就凭你，哼！你先走。心如，你这样容易着凉，来喝碗汤暖暖身子。你总是要身处寒冬，才会领略到喝热汤的温暖。心如，你怀念南方温暖的天气，明媚的阳光。只是有时候会想起来，但在雪岭之上，只有白雪一片。有你和红儿在我身边，我就已经拥有一切了。你跟红儿是我最亲的人。我不允许任何人扰乱我的家园。小兄弟，你为什么不走啊？会冻死你的。过不了桥，我不会走的。过桥就过，有什么难的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。我拿着些热汤给你喝。拿汤给我喝啊？你一天都没有吃东西，一定很冷，喝了这碗汤就会很暖和了。谁叫你拿来给我的？我以前看到雪兔没东西吃，我也会偷偷拿东西给他们吃的。啊？难道我像雪兔？不像，雪兔耳朵很长的。对了，叔叔，你这个衣服很有意思。我是出家人。什么叫出家人？是不是离开自己的家乡就叫出家人？可以这么说。我也要学你，我也要出家。不是穿了这个衣服就是出家人了。哎，不行啊，我要走了，不能做出家人了。
跟着你爬进来的。叔叔，你爬进来的。这是唯一的方法啊。早就写在木牌子上，为什么你们不爬进来？我的确很笨。你整天说外面的人很聪明，很会骗人，原来不是的。要不这样啊，我带你去见我爹。进来，进来。爹，这个道士进来了。你怎么进来的？我自己爬进来的。红儿，你告诉他的？没有啊。不，我看到令郎裤子有破烂的地方，我贴在木牌上所写的是真的，所以跟着令郎爬进来了。可惜世人认为我故意侮辱他们，谁知道木牌上写的句句是真的。世人多疑，就连我起初也是一样。但你比他们聪明机智，很香的酒味，就怕你不敢尝。有哪一种酒是不能喝的？听说过7步断肠草？听过，喝这种酒的人会在7步之内吐血身亡。这杯就是7步断肠酒，你敢喝吗？就怕阁下不请。慢着，要喝到7步断肠酒的真味，必须要以寒梅相助。的确是天下少有的好酒。7步断肠酒和寒梅一样有剧毒。叔叔中了2种毒，他会被死啊！你真的不怕死？怕。但阁下要杀贫道，不必浪费这么罕有的酒。一般有胆色的人不会那么短命。7步断肠酒和寒梅的毒正好互相解掉，以毒攻毒。那就是说，吊桥上的毒物是由寒梅所发，而7步断肠酒正好可以解这种毒。请问阁下，可不可以送一瓶7步断肠酒给我带走？现在就是你该走的时候。酒未拿到，事未办妥，我不会离开的。我已经说了，现在就是你该走的时候。我有3件别人做不到的事，足以令你改变主意。3件？你果然有几分豪气和自信。当然，就凭我只身过桥，闯入你别院，喝了你的断肠酒，尝寒梅的毒，相信没几个人可以做到。你的确是第一个。贫道苍松是武当的代掌门，我向来不把名门正派的掌门放在眼里。贫道未进武当之前是绿林大盗，以大盗身份成为武当的代掌门，恐怕无人可以做得到。有意思，有意思，但还不够。最重要，我还猜得到令郎是华上派的掌门楚莽的外孙，阁下的妻子是楚心如，而阁下正是燕北妃。你知道的太多了，这对你未必有好处。楚莽果然是令郎的外公。爹，原来我有个外公啊！我要让娘带我去见他。红儿，红儿，
令郎多了一位亲人，当然高兴了。你千方百计想留下，到底为什么？这几个月以来，出现了一个东瀛剑客，他叫柳生一剑，专门挑战中原的武林高手。凭着他的剑法，已经杀了不少中原的武林人士，连贫道的师兄苍壁道长也死在他的剑下。我们中原武林正经历着一场浩劫，武林存亡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只有你才可以挽救武林。娘娘，什么事啊，红儿？红儿今天很高兴。红儿原来有个外公。谁说的？是爹说的。谁是你外公？楚掌门了。红儿，你要记住，你是姓燕的，不是姓楚，所以你不该见姓楚的人，知道吗？在寒冬之下喝一壶暖酒，的确痛快。说到世间痛快的事，喝酒只排第3。哦，请赐教。能够跟高手比试武功，比喝1000杯酒更痛快。阁下想跟柳生一剑一比高下，可惜排行第1的是跟家人共聚天伦之乐。我燕北飞跟江湖争斗无缘，不知贫道还要在江湖逗留多久？你毅然投身武当，就是想成为江湖第1人。我看你有这个机会。我有机会？我很少看错人，我也不会看错自己。10年，有10年时间，我连你都可以打败。10年，我也在进步，所以我要进步得更快。你跟我一样这么狂妄，是自信。好，等你。小孩子，不用明白太多，只要记住娘的话就行了。哦，红儿，想不想去见外公？想。红儿，其实你也该去见见你爹。8年前我已经没有爹了。8年了，什么都应该过去了。我绝不让红儿去见他。我是一家之主，这么多年来，他从来没找过我们，这次突然出现，那正好借此机会让红儿叫他一声外公。北飞，心如，你向来都依我的，为什么今天这么坚持？是他绝情在先，那我们就不能绝情在后。今天就让我拿主意。红儿，你不怕见外公？不怕。他不会见我们的。苍松道长，我希望你带我儿子去见他外公。你信得过我？有时候交朋友不用深交，就能知道他为人。可是，我内子燕夫人，你放心，我会将令郎平安的带回来。阁下，至于柳生一剑，我心意已决。你跟那几个老头说清楚，我燕北飞绝不再理江湖的事。叔叔，快点啊！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带你去见外公的啊！叔叔，你人这么好，我跟你交个朋友吧。好。太棒
第一个朋友啦。叔叔永远是你的朋友啊。走。哎，对了，爹有东西要交给你。红儿应该穿这套衣服去见外公。我记得你跟我说过，你爹最喜欢小孩穿绿色的棉衣。事隔多年，你还记得我说过的话？可是我爹喜欢什么颜色的棉衣，我早就已经忘了。红儿出事到现在，头一次见他外公。其实心如，外面的雪下得很大。怎么会这样呢？神火尊者，我来迟一步，是什么人干的？是正派的人干的吗？是谁？为什么要出卖我？不问题，先住对面，打！这个小心！你怎么样？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别动！淫贼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怎样？你歇会儿吧。哭吧，该笑的时候要笑，该哭就要哭，哭吧，哭，哭呀，哭出来！
我很明白被自己人出卖的感受。你是女人，你可以哭，哭出来会舒服。我师兄是我最亲近的人，他说过可以为保护我而死，他骗我呀，全都是骗人的。以后你不会再哭了。你又去杀人了？我不是滥杀无辜。世上最可耻的是出卖自己的人，他们不能生存，他们一定要死。送给你。你怎么了？你怎么晕过去了？你不要再生气了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哎呦！怎么都糊啊！什么文火武火的，什么3碗煎成1碗，什么先煎后下，我就不信。我不信我燕北妃不会真要。药煎好了，终于煎好了，喝了吧。你走吧。我的伤还没好啊。你的伤不碍事，你只是受不了刺激。我想留在这儿，直到痊愈了再离开。那好，我走。我知道我们在一起，你一定会喜欢我。喜欢我，只会痛苦。无论如何，你不能喜欢我。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话，你会不会痛苦呢？你要记住，不管怎么痛苦，你要忘记我。
心如，心如，又是你，为什么每次我做梦都梦见你呢？只怕我梦一醒，你又会消失，我只能更伤心。你不是做梦，我不是做梦，我真的不是做梦，真的是我。你不是说过要忘记对方吗？为什么又要来找我呢？我用过1000种方法来忘记你，但只有更想你。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忘记你呀，我一直都很想念你。跟我走。还记得这儿吗？还记得在这儿发生过什么事吗？我记得，这发生过的事情，我一辈子都忘不了。就在这儿，我第一次尝到被朋友出卖的滋味。被最亲的亲人出卖，比死上100次还难受。但就因为这样结识了你，由我那把剑刺中你身体的那一刻开始，我就知道我不能离开你。要不是那一剑，我不会看清楚我师兄的为人，也不会有机会跟你在山洞里相处。这一切是对还是错呢？我不知道，也没人能知道。不过如果当日你一剑把我刺死，我就不会出现现在的痛苦。早知道你这么痛苦，我宁愿当天被你一剑刺死。但是我不忍心，我不忍心。其实我们都不想对方受伤，可惜我们已经受伤了。既然已经受伤，豁出去，痛痛快快爱一次。但是我爹是华山派掌门，他绝不允许他的女儿跟魔教中的人在一起。我知道要你跟我在一起，你可能今生今世见不到你爹，甚至你爹会跟你断绝父女关系。但我们要相爱，就要牺牲。我爹一旦知道了以后，一定会派人对付你，甚至整个武林都会与你为敌。我不怕，我早已习惯了。可是我不希望你有危险。为了你，值得。如果你我相爱，你就会到处被人追杀，除非我们隐居室外。但是你是个剑客，剑是你的生命，你可以放下你的剑吗？你是光明尊者，可以放下你的圣教不理吗？可以，我什么都能不理。回禀掌门，义子等人犹如所命，只见上面的打探到掌门千金的消息。你们都是饭桶，已经这么久了，什么消息都打探不到。再探。爹，心如，别过来！原来你一直都跟魔教的人在一起。爹，跪下！今天我带心如来，是要向你提亲。大胆！
是魔教中人，我是华山掌门，怎么能跟你扯上关系？心如早已是我娘子，还有了我的骨肉。畜生，是不是真的？你简直有辱我华山派！我答应过心如，任何人不能伤害她。好，我就先杀你这个淫贼！别过来！你心目中还有我这个爹吗？爹，女儿自知不孝，竟然为一个魔教中人，连爹都不认了。女儿没这个意思，女儿跟北非是真心相爱的。你说，爹跟这个淫贼，你选谁？爹，不要逼我！心如决定跟我隐居室外。岂有此理！你心里面根本就没有我这个爹。爹，对不起。今天，你我父女之情，就同这个一笑，恩断义绝。爹，不要！爹，已经2天了，苍松到底有没有见过燕北飞啊？哼，就怕他连吊桥也穿不过去。我们需不需要再找一个人上学岭？你们不用再说了，我绝不会上学岭。楚掌门，你何必这么绝情呢？世间总会有些事物是不能改变的。3位掌门，苍松回来了。左边那位就是你的外公。外公，爹叫我来见你。我不是你的外公。公孙掌门，这壶酒可以解毒的。黄副掌门，我们扶他到那边去，好让他们爷孙俩聊聊。好啊，来，岳老。外公，你为什么不说话？别这么叫我。你真的是我外公吗？叔叔他不会骗我。我不会认你的，更加不会认你娘，因为你娘没资格再做我楚家的人。外公，你是不能骂我娘的。你走。我不走，我没错。你走。红儿，娘，外公赶我走。你还有脸来见我？我不是来见你，我是来看红儿。你跟你的小孽种马上走，我不要见你们。今天红儿来见你，完全是北非的意思。总之跟姓燕的有关的，我都不想见。他觉得红儿是无辜的，很应该到这来见见外公。住嘴！你今天不走，可别怪我不客气。为什么那么多年了，你还是不肯接受他？走！红儿，我们走。为什么你会是我的女儿？为什么呀？
8年来，你是第一个能驱逐毒物、踏足我血岭的人，也是最后一个。在我们决斗之后，你再也见不到第2个人。很狂妄。我值得。柳生一剑。燕北飞。为什么不出手？我不着急。我17岁扬名天下，20岁未尝一败。今日我既不要扬名立万，也不用争天下第一，我着什么急？你竟敢讽刺我！你的修为，只要你耐心钻研，不出5年，必然会达到无间的境界。你急在一时。我一向在决斗中求取进步。剑之道，在于剑成。剑气、剑意，精诚于剑，凝神养气。2级剑级，我所追求的是剑道的最高境界，而你是可以帮助我达到最高境界的人。你来迟了8年，我已经封剑归隐，不再为任何人出剑，连我也不知道。很多年前，你希望我赢，我希望你赢，你要求我赢，我也要求你赢。可是换来的是不停的杀戮，不停的出卖。只有一个人才值得我为他付出一切。是谁？我妻子。我完全不明白，作为一个武者，怎么能随便放下自己的剑？我不是武者，我是丈夫，我是父亲。我会再来的。我不会改变主意。你会为我改变主意。柳生一剑。你为什么不在武当练武，跑来管你不应该管的事？那10年后，我到哪儿去找对手？原来是客，先生何不进寒舍稍避风寒？你是这儿的女主人？不错，她就是在下的内子北飞。拒绝了。那柳生一剑呢？难道他就这么算了？我想他不会这么算了。燕北飞是邪门歪道，他不会为我们正道出力的。唯一的办法是逼他出手。逼？怎么逼？不惜用任何方法。其实像现在这样，未尝不是件好事。燕北飞归隐多年，现在为了江湖的面子逼他出手，跟柳生一剑决斗，我们这么做对吗？也许我们应该让柳生一剑回扶桑，这样对大家都好。哼，你这么说，是同情他。你不必说了，你不要忘记了，你掌门师兄是被他杀的。楚兄，这次能不能逼得到燕北飞出手，就看你的了。我楚某纵横江湖30年，就算今天能使燕北飞出手，对我来说也是个耻辱。楚掌门，个人荣誉事小，武林面子事大，这件事你要考虑清楚。是的，楚兄，我想你该不会忘记苍壁道长跟你说的话吧？这次的关键就在你手上。